趙麗穎戀情風波後，央視點名力挺，造成者加速口碑翻盤，寧靜預言成真，紀梵希犧牲全球代言。從離婚風波到央視力挺，趙麗穎用《造成者》等硬核作品完成逆襲她，以角色衛盾抵擋輿論，用3年3部央視劇證明女性真正的底氣是沉下心拼出來的專業實力。紀梵希2000萬代言簽約背後，藏着娛樂圈最稀缺的專注力。央視公開點名力挺趙麗穎、紀梵希同步升全球代言，戀情風波5個月後局面徹底反轉。這一變局不靠人設，不靠情緒，全靠作品把話說死。私生活被圍觀的那幾個月，真正改變走向的是鏡頭裡她交出的角色。作品堆出來的底氣比任何緋聞都硬。問題來了，為什麼一個女演員的私生活能輕易吞掉作品的討論？行業又該如何把注意力拉回創作？先把時間軸擺清楚。2018年，31歲的趙麗穎宣布與馮紹峰結婚，知否知否李結緣的熒屏情侶走進現實，圓滿維持了3年。2021年，她和馮紹峰宣布和平分開，共同撫養孩子。這一則聲明被輿論解讀成事業拐點，隨之而來的是奉子成婚帶娃事業要她的老掉牙話術，熱度不高明，殺傷力卻真。風波的下一幕出現在今年5月，狗子稱導演趙德胤持其家門禁卡出入，並被拍到單獨帶孩子理髮，新戀情一度登頂熱搜。有人翻男方舊賬，有人扣他剛離婚就戀愛的帽子。甚至有記者在現場攔截追問，把話筒頂到他臉前。面對追問，他回了3個字：算你妹。這句話像閘門，把窺私的手推回去，也劃出一個邊界。真正的轉折不在熱搜，是他的選擇。風波未息，他把行李箱拖進造成者劇組，閉關3個月。感情話題在外面喧囂，他在片場把角色打磨得細緻，把情感的喧鬧留在門外，把角色的體溫帶進鏡頭。這是他這幾年一以貫之的處理方式，認可來的也很直接。風吹半夏開播3週年之際，央視網文娛轉發他的舊採訪，把他與角色的連接重新拉到台前。他曾說，許半夏和我的性格差別很大，但她身上女性的堅韌與力量是我也想要的。這份對角色的願望，在過去4年裡被一部部作品落實。2022年，她以《風吹半夏》的許半夏獲得白玉蘭獎最佳女主角提名。2023年，她在《幸福到萬家》裡演農村姑娘何幸福，這個敢為家鄉發展掀桌子的角色，成了不少女性的精神參照。2024年，她在《向陽花》中飾演刑事母親高月香，拿下2項提名。到今年的《造成者》，她把自己徹底沉進基層。她飾演的李秋平被央視評價沒有明星架子，只有人物溫度，透着一股生命力。數據給出了更冷靜的注腳。據央視索福瑞相關報道，《造成者》收視率破 1.8， 份額達 7.3%， 同時段第一，預約觀眾中35歲以上佔比達 63%， 超半數來自3線及以下城市。這意味着角色扎進了普通人的生活，而不只是停留在社交媒體的回聲裡。央視隨後蓋章她為女性成長題材的代言人，這話並不虛。商業端的反饋緊跟而至。今年7月，紀梵希官宣她升任美妝全球代言人，代言費突破2000萬。品牌方給出的理由很清楚，她的靠譜大女主形象能帶動更多消費群體的忠誠度。過去她的代言以零食、美妝為主，如今能承接高奢，是作品帶來的形象躍遷。這一切被一個人提前看見了。9年前拍《南越王》，2個性格迥異的女演員在片場擦肩而過，一個是寧靜，一個是當時還不起眼的趙麗穎。多年後後台相認，寧靜才把2人救援串起來。
寧靜給出過一句評價：她真的很好。這姑娘心裡裝的全是演戲，絕不會沉迷刷熱度。這不是恭維，是觀察。近3年，趙麗穎推掉了約80%綜藝邀約，把時間留給劇組。她主演的3部劇3次登陸央視，靠作品維護曝光。這條路徑不熱鬧，卻穩。關於所謂的新戀情，冷靜一點比熱鬧更重要。所謂新戀情的真實性，仍需謹慎，別讓猜測越過邊界。公眾有好奇，藝人有隱私，行業有規矩。真正值得反覆談論的是他對角色的投入和對邊界的堅持。他曾對孩子說過一句話，想讓孩子以後知道，爸媽不是天生會吃苦，是沒人替他們吃苦。這句話也解釋了他的工作方式。回到前面的問題，如何把注意力拉回創作？看他的策略就有答案。他主動減少綜藝曝光，集中選擇有重量的女性故事，跨度從商海到鄉村再到基層治理，每一步都往現實的更深處走。媒體話題來的時候，他用最短的句子把它擋出去；角色出場的時候，他用最長的時間把它養出來。這一場從私生活到作品的翻盤，不是運氣，是策略。有爭議時不跟風解釋，用作品說服人；有認可時不急着享受，用下一部作品續上。娛樂圈不缺漂亮話，缺的是持久的專注。寧靜看重的是他心裡裝的那點只管演戲的執念。央視點名的是作品裡長出來的可信度，品牌壓住的是價值觀的可遷移性。他們指向同一個事實：底氣不是借來的，是演出來的。當一個演員選擇把分寸握在角色裡，輿論終會給出回報。從離婚被唱衰，到靠角色逆襲，再到央視力挺與商業升級，其實只有一個主線：專注。專注不張揚，但有力量，既能抵住風波，也能托舉口碑。這段路的啟示落在一句話上：女性的底氣不是依附誰，是沉下心拼出來的。接下來的看點也很樸素，造成者的討論還會延長他的角色影響力，過往作品的復盤會繼續刷新他的口碑曲線。把議題交還給作品，讓角色先開口，讓數據做結語，觀眾自然會做出選擇。最終，爭議歸於沉默，作品留下分量。